大家好，这期大兵呢总结一下近期发生的全球军事资讯。英国风暴防空系统抵达乌克兰，俄军直升机的克星来了。英国公布最新的无人机方案，以此来应对未来信息化战场。台湾公布花莲嘉山基地机库内藏200多架各式战机。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交付，使其成为了第6个有能力自行设计和建造航母的国家。韩国新一代万吨驱逐舰下水，拥有海基中段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美国批准对德出售 F-35战机，俄罗斯被 F-35战机包围。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就在7月25号，乌克兰军方宣布收到英国援助的6套风暴防空系统，现今呢已经在前线作战。说起风暴防空系统，大兵呢就要提及一下英国开发的星光便携式近程防空导弹。该导弹是在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其导弹全长约 1.39 米，发射筒直径274毫米，一整套的星光导弹全重为20公斤，相较于其他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会稍微重一些。而星光导弹最大的特色呢，就在于它采用的2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其有效最大射程为300到7000米，比之同类型的产品都要远，极限速度可以达到4马赫，换算下来呢就是1361米每秒，是现今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单兵携带式防空导弹。另外，该款导弹最大特点呢，就是其战斗部为3个单独自制导的战斗单元，每个子弹头重约1公斤。这3个单独自制导的战斗单元能够各自独立追踪和打击目标，飞行弹道基本为品字形，从而大大提高了弹头的命中率。此设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独具一格。而在今年2月份，英国就曾经援助乌克兰一批星光近程防空导弹，一经参战便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米28N 直升机，由此可见该导弹的强大之处。今天大兵说的风暴防空系统就是星光导弹的车载版。该系统以 FV4333 风暴装甲运兵车为底盘，把原来的士兵舱改成了搭载导弹和发射的舱室，并且增加了一名炮手的位置，以便发射导弹。风暴的发射装置可以携带8枚星光导弹，车内呢还能够储存搭载12枚预备导弹。此外，风暴防空系统重达13吨的装甲车在公路上有着高达80公里每小时的行驶速度，这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士兵将能更有效地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根据先前的那些效果来看呢，这种战术在对付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表现良好，而且车辆的装甲还能够为成员提供保护，防御轻型武器射击和炮弹碎片。车辆还安装了核生化保护系统。随着现今英国车载式风暴防空系统的到达，可以极大地加强乌克兰的野战防空能力，或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俄军武装直升机的活动。要知道，星光导弹几乎是不受诱饵弹的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米28N 直升机会直接被击落的原因。另外，风暴防空系统对地面目标也很有效。根据英国公布的信息，星光导弹弹头的装药量足足有450克，差不多相当于弹头1半的重量，再加上弹头所采用的钨合金材质，直接为其增强了贯穿能力，足以轻松穿透俄军步兵战车的前装甲。而且弹头采用的是撞击延迟引信，能够在进入目标内部后引爆，这时因爆炸而飞溅的钨合金弹体就会给目标物造成更大的伤害。近日，英国 BAE 系统公司在皇家国际航空展上向外公布了2款新型的无人机设计方案，并且展示了机体模型，引发了各国的关注。BAE 公司宣称，这2款无人机不仅机动性极强，而且成本极为低廉，一旦与其他武器形成配合，将能够高效地执行各类作战任务。虽然说现今这2款无人机还没有正式命名，临时呢称其1号概念机和2号概念机。在外形方面，1号机的体型相对小巧，采用了双垂尾的设计，而2号机的体型更大，机身也更长更窄，尾翼则是 V 字形。性能上，2号机比1号机稍强，飞行高度更高，载重能力更强，航程更远的同时可以重复使用次数也更多。另外，在任务侧重方面，1号机不仅能执行独立任务，还能够多架协同进行蜂群作战，而2号机则更多的是与其他现有的空中武器平台进行配合，以此进一步强化整体打击、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不过，2款无人机在设计理念上是有共性的，它们都应用了模块化设计。
可以加装光电系统、电子战装备、红外传感装置以及各类弹药，能够依据具体任务需要，从而灵活调整挂载的装备类型。同时，它们还可以采用集装箱进行储存和运输，方便部队部署和维护。大兵认为，这2款无人机的设计方案反映出了英国 BAE 公司对未来战场的某些分析和预判。首先来讲呢，在之后的发展中，未来战场将必会由传统平台对抗过渡为系统对抗，那么分散于战场各区域的单一武器平台便需要互联互通、聚合成网，以此形成系统的整体作战效能。在这方面 ，BAE 公司的这2款无人机在强调独立执行任务能力的同时，更为重视与各类武器平台的配合。再者来说，未来战场的环境必然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于是2款无人机都使用了集装箱储存系统，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单一平台可以搭配不同装备系统，能够在各类行动中发挥作用。还有就是在未来复杂环境下的体系对抗中，取胜的关键之一就是提升对敌方和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进而缩短由发现到摧毁的时间。这一点上，2款无人机都很重视察打一体的能力。2号机还携带了2枚流星空空导弹和12枚长矛空地巡航导弹，能够极大地提高其多目标作战能力和多用途作战能力，从而适应未来战场的需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之前英国为了再快各国一步，还打算开发3D 打印无人机群。英国高级军官曾经透露，这些无人机群都能够携带一定数量的弹药，以此对地方目标展开空袭。而在此之前，英国空军的目光一直聚焦在文字无人机项目上，直到后来该项目进展缓慢，这才转变了研发方向。不过，一旦这种3D 打印系统下诞生的无人机群面世了，必然会为全球无人机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现今根据英军的估计，该项目最快在2023年便能转入实际应用。随着汉光38号演习的举行，在7月26号，根据环球网媒体的报道，台湾空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首度曝光了花莲嘉山基地机库的内部照片。从公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停放在机库停机坪上的台军 F-16V 战机挂载了 AIM-9 短程空对空导弹、AIM-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以及空射型的鱼叉反舰导弹，而这也是首次嘉山基地出现在世人的目光中。从很早之前呢，台湾嘉山基地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我们一般说的台湾地下空军基地，指的便是位于花莲地区的嘉山基地。此前台湾一直非常重视对该基地的保密措施，不仅长期处于绝密状态，而且基本上找到这基地的卫星图片，甚至是连一张近景照片都很难找到。所以这次一经曝光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在总体位置上，嘉山基地的洞库位于台湾中央山脉内，直面太平洋。该基地的建造始于台湾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安3号计划，里面包含了台东的737工程和花莲的828工程这2部分。其中嘉山基地开工于1985年1月，直到1996年还在进行后续的工程扩建。在这期间，嘉山洞库属于台军的绝密基地，内部布局从未向外流出。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台湾之所以选择在山脉的地下建立嘉山基地，并将战机安置于山洞中，主要是为了确保未来遭受到攻击后，台湾能够在首轮攻击中保存作战能力，进而掌控自家的制空权。这也是由于台湾4面环海，想要进攻就只能动用海军和空军，特别是空军方面，掌握制空权对于台湾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当初在建造嘉山基地的时候，台军曾经在嘉林村和大山村地区开凿出了数十个互联互通的山洞，内部空间能够停放多达250架战机，还有着一条长达2500米的飞机跑道，直接与花莲空军机场相连。为此，里面还设有战时指挥中心，基地周边还有地下导弹基地、弹药库、燃油库、小型野战医院以及通讯枢纽指挥部等等，能够确保基地在战时状态下可以自主运行，并承担相应的保卫任务。另外，根据网上曝光的嘉山基地的照片，我们可以大概的推算出，嘉山基地的洞库大门宽度大概有14米，而 F-16V 的翼展是9.96米，幻影2000呢是9.13米，可以轻松的进出。之前还曾有台湾媒体透露，出于安全限制，战机在嘉山洞库内无法进行加油挂弹作业，必须将其拖到洞口外进行出击准备，耗时大概是20分钟左右。但从这次曝光的照片来看呢，其已经改由洞库内挂载导弹了，出洞后便能够执行起飞作战任务。
另外，除了当作大型战机的安全存放点，佳山洞库还是台湾最大的弹药库和后勤备件仓库。根据之前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制 AIM-9空空导弹和 AIM-120空空导弹与空射型鱼叉导弹等大部分都存放在这里。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战机在洞库内挂载武器还具有天然的便利条件。现今随着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大威力钻地弹的研发与服役，未来佳山空军基地还能承载更多的作用。就在7月28号，印度国防部向外发表声明宣布，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天交付海军使用。该型航母也是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根据印度官方的说明，该航母的整体本土化率达到了76%。随着维克兰特号的交付，印度也成为了第6个有能力自行设计和建造航母的国家。该航母原为苏联的戈尔什科夫元帅号航母，俄罗斯在2013年11月交付给了印度使用。设计工作始于1999年，并在2005年在科钦造船厂开工建造，随后在2013年8月正式下水。之后就随着各种原因，该航母后续建造及海试拖延多次。虽说过程很坎坷，但结果还算满意的。改造完成后的维克兰特号满载排水量达到了4.5万吨，舰体全长262米，最宽处达62米，极限航速可以达30节，拥有着15000公里的续航里程。它最多可以搭载36到40架飞行器，舰载人员大约为2000人。在设计方面，该航母具备短距起飞阻拦回收能力，并且配备了滑跳式甲板。甲板设计呢是为了操作米格 29K 战斗机和光辉战斗机的舰载版。舰上除了将携带10架卡31直升机用以提供预警作用外呢，还将带上 WS-61海王直升机用以反潜作战。在动力方面，维克兰特号上装备了4个 LM2500燃气涡轮机在两轴上，能够产生超过80万瓦的功率。此外，该舰还搭载了4面阵 IAI S 波段 AESA 多功能雷达，并大幅优化了 TR 模块的组合方式和后端设备。4面阵列全重6吨，拥有360度水平探测的能力，可以在250公里内搜索战斗机目标，并侦测100公里内的高空火箭弹，而且还能自动锁定25公里以内的掠海反舰导弹。印度的一些驱逐舰也是使用了此型雷达。此外，该航母所使用的装备和机械，绝大部分都来自印度国内的主要工业企业以及100多家中小企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加强了对地方和全国经济的利润再投资效应。这些本土化努力可以推动辅助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项主要的附带成果呢，便是通过印度海军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与印度钢铁有限公司的合作，印度成功在国内自产了军舰级钢材。也就是说，印度在军舰钢材方面呢是实现了自给自足，也算是另外一个惊喜了。在印度首艘航母下水的同一日，韩国世宗大王级驱逐舰第2批次首舰 DDG-995号驱逐舰也举行了下水仪式。根据韩国海军公布的消息，该舰被正式命名为正祖大王号，以纪念18世纪带领朝鲜实现中兴的正祖大王李算。在舰体方面，正祖大王的舰体长度比世宗大王号加长了4米，从166加到了170米，但是舰体宽度没有变化，依然延续了21米多的宽度。相应的，全舰的空载和满载排水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其标准排水量为8200吨，满载排水量则接近了12000吨。该型舰的舰体吨位确实是不容小觑的，配备有4台通用动力生产的 LM2500燃气轮机，极限航速可以达30节以上。作为一款宙斯盾型驱逐舰，现今呢并没有关于正祖大王号换装新型的 AN-SPY-6 舰载相控阵警戒雷达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该舰核心的警戒雷达依然还是 AN-SPY-1D 型。不过，作为系统后端的基线系统以及海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肯定是有了一定的提高。此外，有消息传称，正祖大王号驱逐舰的基线系统版本已经由先前的基线 7.1 强化到了更为先进的基线 9C。前者不仅能够支持标准2系列防空导弹，还能够兼容 RIM-162 防空导弹的能力。而后者在海军和 Link-4A11 数据链融合后，能够搭载先进的 AIM-174 标准6型防空导弹，同时还具备海军协同交战能力。另外，该舰的海基反导拦截系统呢也进行了升级，变成了最先进的 BMD-50CU。此型号的海军反导拦截系统能够使用先进的标准3系列海基反导拦截弹，
可以对中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简而言之呢，随着该舰这2个主要的火控系统，特别是海基反导拦截系统的升级，也就意味着韩国将继先前引入萨德末端反导拦截系统后呢，现在又拥有了海基中段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还是在7月28号，美国国防部向外表示，其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项向德国出售 F-35战机、军火以及相关设备的潜在交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笔交易的总金额达到了84亿美元，其主要承包商为洛马公司、雷神公司以及波音公司。现今，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这笔潜在的交易。其实，在此之前呢，就曾经有报道指出，在今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呢，德国总理舒尔茨便宣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这里面包含了1022亿美元的专项资金，而且将在今后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 GDP 的比重提升到2%以上。而在3月，德国议会又有消息传出，作为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德国计划采购35架 F-35战机，用以替换服役多年的狂风战斗机。舒尔茨曾经称，狂风战斗机将在2025到2030年期间退役，所以呢，德国只能尽快寻找其替代品。那么，既然美国已经批准了德国的 F-35的订单，接下来会放松对土耳其的限制吗？此前，由于土耳其执意采购俄罗斯 S-400防空反导系统，美国呢已经将土耳其踢出了 F-35项目的团队。但是现今，随着土耳其一改之前的反对态度，同意北约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那么美国会重新让土耳其加入 F-35项目吗？这点大兵呢会持续关注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已经多次向欧洲派遣 F-35战斗机了。之前呢就有12架 F-35A 从美国犹他州的希尔空军基地部署到了德国的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之后又有6架 F-35A 从德国飞往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国家，以此来增强北约的战略部署。现今，包括德国、芬兰在内的不少欧洲国家都决定购买或者已经购买了 F-35战机，再加上地处俄罗斯东面的韩国、日本都已经装备了这款战斗机，可以说俄罗斯基本上已经被 F-35战机给包围了。面对这款世界5代机的标杆，俄罗斯的苏57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以上这些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认为俄罗斯会如何应对美国关于 F-35的部署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之后呢，大兵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时资讯。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